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我要来介绍我的特斯拉 Model 3，它是2018款的长距离后轮驱动，目前2岁又3个月，里程差不多是21500多英里，也就是快35000公里。我将会分享我这段时间所遇到的问题，如果有解决方案，我也会尽量分享。希望如果您正在考虑购买，能够为您提供意见以及参考。我也会在下方提供我的推荐连结。我说的负面评价其实不少，如果您在听完之后觉得可以接受，请使用我提供的连结购买。我将会先讲一些正常特斯拉用户比较不在意的问题，这些在其他讲特斯拉的频道经常会说到，然后我会举出一些像是我这种特斯拉粉丝也很在意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问题反而在其他讲特斯拉的频道不经常看到。我这2年多内我还出过一次车祸，还换过一次挡风玻璃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维修部分的经验我们将会留到下次的视频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来说我比较不在意的，这些问题我在其他的频道也会经常看到。第一点是后车厢设计的问题。Model 3的后车厢上缘虽然有排水沟，但是每次下雨过后，积水只要多一点，这个水会直接越过排水沟，流进后车厢中。目前我没有找到解决方案，不过我这里不经常下雨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。第二点是风噪大。Model 3是玻璃车顶，所以它每次开关车门时会故意打开车窗，以防你在关门时空气压力破坏了密封胶。但是它的门上橡胶条又不是做的特别好，久而久之密封性会下降，然后风噪会变大。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第三点是烤漆有杂质，这是特斯拉刚出来时被抱怨最多的部分。这种情况在 Model S 跟 X 比较严重， Model 3相对之下小一些，不过这只要在拿到车时检查一下，不要太严重就好。我拿到车时感觉还好，不过我对这种细节并不是太介意。第4点是接缝不对称，这也是在特斯拉刚出来时就被骂翻的。我觉得我的特斯拉 Model 3还好，不过很多部分其实我并不知道到底是设计上就是这个样的，还是它没有做好。不过我去特斯拉维修厂时，的确看到很多 Model S 跟 X 有着很明显、非常不堪入目的接缝问题。第5点就是胎压会经常减少，这算是我个人经验了。我不知道是特斯拉特别重还是其他原因，它的胎压会经常衰减，比我以前开过的车都还要快。我大概2-3个月就需要打一次气，虽然通常建议是每个月都要检查胎压，但是老实说，我开过其他的车，基本上半年检查一次就很够了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开的车胎压没有显示的那么清楚，我觉得 Model 3轮胎的胎压变化非常大。我经常刚出门的时候胎压是36 psi， 然后车子就会显示低胎压，开着开着就变成43 psi。如果我按建议打42 psi， 它就会飙到49 psi， 开的时候还蛮怕它会不会爆胎的。第6点是萤幕慢半拍，而且有时候会需要重启。我上车时有时候萤幕会卡住，可能是车子正在从深度睡眠状态苏醒。有时候萤幕会亮，但是没有反应，有时候萤幕则是会过了很多秒才会亮，通常是差不多5秒左右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影响体验，但是还能接受。还有，虽然并不经常会发生，但是有时候萤幕会出现一些故障，需要把方向盘左右2个按钮一起按，重启屏幕来清除故障。第7点是充电器卡住，这只有在早期的时候我遇到过一次，当时还蛮慌的，就是充电器突然拔不出来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说后车厢有个手动解锁开关，不过后来又突然能拔出来了，之后就没有再遇到过了，也有可能是后来软件更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第8点是手机连结有问题，我上一台手机是 LG V20，我在连上蓝牙放音乐后，我有时候下次进入车子时，蓝牙并没有办法自动连上。同一台手机在我另外的一台车上并没有相同的问题，不过在我换成 LG V50 后，这个问题就没有再发生过了。有可能是手机的问题，不过这代表了它的蓝牙有可能跟某些设备的兼容性并不是特别好。以上这些是我觉得特斯拉的优点可以轻易碾压的问题，优点也就是航距和加速度，这些我应该不需要多说。不过这里我想夸一下安全性，我出过一次车祸，所以我可以体会到，在出车祸时，车子的重量越重，可以在你被撞后更容易的稳定下来。你可以查一下 Model 3的重量其实比一般的 SUV 还要重，所以在被撞时还算比较安全。
接下来是连我这种特斯拉粉丝都会在意的问题。第9点是出风口有怪声，我不清楚是我买的时候就这样，还是后来变的。不过每次车子从睡眠状态醒来，它的风扇就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大概会持续个10几秒。我问了维修厂，他们认为这只是自动校准的声音，只要没有发出卡住的声音，他们认为没有问题。不过老实说，听起来真的不太舒服。第10点就是空调怪味。我这车子开一阵子之后，空调先是时不时会发出一股醋味，之后有时候这个味道就会变得有点像菌类的味道。我在网上看过很多车主都有一样的问题，这是空气过滤网的味道，需要换新的过滤网。至少我以前开的车是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。第11点是 App 不顺。特斯拉的好处是手机可以远程操控，可以用手机开门、开空调，甚至是召唤。不过这 App 并不是随时都很顺的，有时候手机跟车子的连接会失败，而且频率并不算低。第12点是门打不开，这问题也可能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。特斯拉你只要手机靠近车子，尝试打开门时，车子就会解锁。但不知道是不是 App 不顺的问题，这有时也是会失败的。奇怪的是，这种情况下手机打开 App 还是可以打开车门，说明手机是有连接车子的。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这种情况大部分会发生在下雨天，让我特别郁闷。第13点是上坡距离会大减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不能相信电车上所提供的里程数。特斯拉在电车上已经算是好的了，不过其实正常使用也只能开出大概显示航距的80%左右的距离，但是其实这距离在上坡还会再减。如果你用特斯拉的地图导航，它其实是有办法考虑出上坡额外消耗的电量。不过我第一次往山上开时没有注意，只开出了大概50%的航距，还是有点怕怕的。而且到了充电桩时，通常会有1成左右的充电桩是有问题的，而且它还没有标示说它有问题。第14点是电池用不到2年，而且挂掉时完全没有反应。不要以为特斯拉只有它那些主电池，它也是有一般车子有的12伏电池。如果你有特斯拉超过1年半，可能需要小心了，可能某一天它会没有预警的变成一块砖头。我遇到的情况还算好，车门打得开，萤幕不会亮。我隔了1天试，萤幕亮了，显示12伏电池需要更换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电池好像也不能用 Jumper， 因为有可能会把特斯拉的电脑烧坏。我用 App 请特斯拉派人到府更换电池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在2年保固以内，更换电池并没有收取我费用。我听说过比较糟糕的情况是，没电之后连门都打不开，这种情况就需要用 Jumper 强行打开前车厢把电池给换了。第15点是更新之后界面差很多，而且 YouTube 登录会有问题。很多特斯拉车主都很喜欢吹说特斯拉可以一直更新，车子可以越变越好。不过这并不一定正确，更新是必须的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会修复一些隐藏的 bug， 但是界面有时候会变化很大。近期的更新把很多原本在上面的东西都改到了左侧，让我很不习惯。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，像是我原本 YouTube 是可以登录的，后来 Google 就会跳出浏览器不支援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有人说去 Plex TV 登入 Google 可以解决，有人说可以去 Google 有一个安全设定的网页解除封锁。我2种试了之后，最后都失败了。第16点是雨刷、空调之类的很难边开边使用。有人一开始开可能会抱怨仪表盘没了，车速显示在平板的左上角。其实这个只要习惯了并没有什么问题。有问题的是，因为雨刷的调整跟空调的调整都在平板上，如果是旋钮式的，我边开边调的话可以很快，平板的话要分出很多精神来调整，不开自动驾驶要调其实挺危险的。第17点是地图不是实时的，这个其实如果我没有被拖车的经验的话，我是不会知道的。如果你车子被拖走，然后你把手机打开，车子的地图并不会显示车子在哪里，而是会停留在被拖走的位置。老实说，如果当天不是因为某活动，整条街的车子都被拖走了，不然我还以为车子被偷了，而且还不知道被偷去了哪。第18点，服务非常差，无法电话客服。最后我想分享一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说特斯拉的客服很好。我其实目前的经验，特斯拉最大的问题就是客服。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解释细节，不过大概是这样。A. 你 trading 的旧车他们随时可能更改估价。B. 你购买的车的配置有可能会出错，而且你调整配置可能会花上3到4个星期，期间他们不会主动联系你，你主动联系他们，回答8成是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。
C. 你无法直接联系保养厂，也没有直接联系特斯拉的客服电话。保养厂跟网上客服电话都会打进去电话语音，而这个电话语音只会在原地打转。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办法连接上人类的客服，只能从 App 直接从问题选项预约维修。App 上并没有保养的选项，唯一的途径是去他们的网页，而且不是很好找。你要进去一个像是要写邮件问问题的地方，写完问题之后，它会打开对话视窗，然后会有客服跟你线上对话。在我终于跟客服解释完问题，安排好预约后，预约当天保养厂跟我说，他们并没有帮我设定预约。Model 3 2年的保养要求已经被取消了，只有觉得车子有问题才会需要维修。我剩余的问题，他们就直接把我当作是 walk in， 而且完成时间也是跟我说的将近3倍的时间，非常的不靠谱。到此为止，我说了特斯拉非常多的缺点，不过中间我也说了优点非常明确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敢打出8年或10万英里电池剩余 70% 的效能以及马达的保护，代表他们对这个产品还是挺有信心的。记得这些保护在购买其他车时通常是要额外付费的，特斯拉这个是直接自带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。购买前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电车的电费大概要多少，你可以当作是油费的1/4。不过要记得电车不开时也会耗一些电，如果你不是很经常开，那可能要算油费的1/3比较正确。这视频的内容已经有点多了，所以我将维修部分的内容留到下次的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